魏无涯和身后的王天谷见此，同样面色一沉。他们虽然不知道鬼灵门门主到底有何谋划，但按照他指点的路线入谷至今，先前从未碰到任何一个隐形的空间裂缝。原本还有些吊着的心，早就已经放松了不少。可如今蓦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这二人不禁心中一凛。其余的3名鬼灵门弟子则是面色苍白，一行人全都止步于此，停止了前进。鬼灵门门主看着惨遭裂缝斩切的尸首，脸上阴晴不定，而魏无涯闭上了双目，似乎用神识感应着什么，但片刻后又睁开了双目。不行，这空间裂缝不是靠强大神识就可以感应到的，现在我们都感应不到裂缝的存在。魏无涯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王天谷听了这话，一抬手，连手五指轻弹，5枚火弹分别向前面射出。噗噗几声，这其中3颗火弹被一闪即灭的凭空消失，但又有2颗从两侧飞出数丈远去，击在了地面，爆裂开来，现出了2个大坑出来。这裂缝很小，只要稍偏一些就能绕开。王天谷则声音一缓，虽然这裂缝不大，但是谁知道剩下的一段路上还会有多少裂缝，我们可没有那么多人命往里填，而据我所知，我们走的路线应该没有空间裂缝阻挡才是。难道那人有什么隐瞒没说？鬼灵门门主没有露出高兴的模样，反而面上露出了一丝阴霾。听到这话，魏无涯神色一动，却是没有开口问什么，反而是王天谷望了望远处的祭坛，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尸体，有些不解起来。那门主的意思是？鬼灵门门主眉头紧锁，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仰首望天，片刻后长叹了一口气。原本想等到了祭坛才透露些东西给你们听，现在看来已经无法隐瞒，还是在这里跟你们露个底。魏无涯等人听了这话一怔，有些面面相觑。鬼灵门门主谁也没有理会，袍袖一抖，一阵银光闪动，手上蓦然浮现出了一根画轴出来。此画轴长约数尺，银光闪闪，看起来古朴异常。这个是……王天谷一见画轴，吃惊失声惊叫。看来你也认出此物，这还是你亲自转交于我，有关灵渺园的一切就是从这画轴上得来。王天谷闻言彻底怔住，此画轴正是当日在那木兰草原藏宝处得到的疑是苍坤上人的画像卷轴，而鬼灵门门主却将画轴一抛，一团灵气包裹，将画轴托起在低空处，然后神色凝重一掐诀，手指冲画轴轻轻一点，滋啦一声，画轴飞快打开，露出了里面的画面。一个背负长剑仰天而望的儒生背影跃然于画卷之上。王天谷等人都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画中之人半天，想发现些什么，可全都是一无所获。但魏无涯同样深望了画面一眼，但神识一扫而过，却是神色不由一动，面上闪过了一丝阴霾。魏道友不愧是元婴后期大修士，竟如此快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王某能够发现此卷轴的益处，可完全是靠本人修炼的一种秘术才侥幸发现。鬼灵门主见到魏无涯的表情，心中一动，开口称赞了一句：没什么，像这种芥子空间的法器，本人也好多年没有见到，若不是道友事先提醒过了，本人也无法轻松发现。鬼灵门门主一笑，不再追问什么，但马上一扬手，一道黑色法诀脱手而出，正好击在了画轴之上，同时冷哼一声，忽然冲画轴说道：还不出来？难道非让我用魔火催你出来不成？一听此话，其他人都吓了一跳，也有些莫名其妙。魏无涯也是有些意外的眉梢一挑，
空中闪过一丝惊异，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不是早已约定好了吗？在到了预定的地方前都不会再召唤我的，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你把我唤醒，难道不想将交易做下去了？一道清朗的男子声音从画轴之上直接传出，接着画面上银光大闪，原本背朝他们的儒生突然身子一转，竟面朝他们而来，露出了一张清奇的中年男子面孔，留着三缕长髯，但面上冷冰冰的，满是不快之色。这一幕不但剩余的鬼灵门弟子变得目瞪口呆，就是那亲手接触过画轴的王天谷也嘴巴张得老大，一脸的骇然。只有魏无涯一惊，神色却很快平静下来，但双目盯着画轴中的儒生画像，面露若有所思之色。哼，我问你，你不是再三保证过你给我的路线绝对安全吗？这道空间裂缝是怎么回事？让本门白白死了一名弟子。我当年选走的路线绝对是安全的，怎么可能出现问题？画轴中的儒生竟嘴唇微动，直接反驳了起来。那你自己看看前边是什么？鬼灵门门主脸色阴沉，冲着空间裂缝方向斜瞥一眼，冷冷说道。画像中的儒生呆了一呆，但略微沉吟了一下，画像消隐而去。那画轴表面灵光闪动，变得青蒙蒙一片，一层光幕浮现在其上。随后光华一闪，一团绿光从光幕中飞射而出，化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正是画轴中的儒生模样。而这时儒生身体仿若无形，完全由浑浊的灰白色光影组成，散发着微弱的灵光，仿佛一口气就能将它吹灭似的。我该怎么称呼你？难道阁下是当年的苍坤上人？你怎么可能保持元神不灭，一直活到今天呢？王天谷觉得声音干巴巴的，自己都感觉到了语言中的一丝震惊。我离开卷轴的时间有限，有什么问题回头问你们门主就行了，我先去看看裂缝再说。儒生没有理会王天谷的震惊，反而盯着空间裂缝方向，眉头稍皱了一下，一张口，一团灰光脱口喷出，砰的一声响后，光团无声无息地被那里的空间裂缝一口吞噬掉了。儒生顿时面色变得有些古怪。奇怪，当年这里的确没有什么隐形的裂缝，看来应该是少见形成了新的裂缝之一。几位道友不必为此太多担心，只是巧合而已，我先回去了。儒生先是微惊，接着思量了一下，最后变得冷静异常，随后扑哧一声，他身形瞬间变淡，重新化为一团绿光，飞入了画轴中，竟像一丝也不想在外边多耽搁的样子。儒生所化光影出现这么一瞬间，就从众人的眼前再次消失。王天谷等人都怔了一下，人人面带古怪之色。魏无涯沉默了一下，开口问道：王门主，此人真的是昔日的苍坤上人，不过此人只剩下精魂，就算真是当年纵横无敌，现在却也不足为惧。灵渺园的事情就是他告知的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此人既算是苍坤，也不是苍坤，但灵渺园之事的确是从对方口中得知。这话是什么意思？道友就不必卖关子了。哦，魏兄误会了，刚才所见的画轴精魄其实是昔年苍坤上人的一具化身的残魂而已。这具化身昔日在探测坠魔谷时遇到禁制受伤后形体被毁，才被苍坤上人放入这养魂木碎屑炼制的画轴法器之中静养恢复。不过如今真正的苍坤上人早已死了不知多少年，这缕残魂除了一些记忆，亦获得了自主之身，如今说是另一人倒也没有什么不妥。鬼灵门门主不慌不忙，悠悠然说道。魏无涯听了这话颇有些意外，王天谷则抿了抿嘴，心里一阵苦笑，不知是因为没有发现画轴的秘密，还是因为再次猜错而有些郁闷。
原来是这样，看来你和这缕残魂达成了什么协议，才会将灵淼园的事情告知于你。不过这都无所谓，和老夫没什么关系，只要能进入灵淼园，你和他有过什么协议，本人概不会过问。魏某到了如今的年纪，只想进入化神，从而飞升灵界。哈，魏兄果然是明理之人，这样最好不过。好了，既然这空间裂缝只是偶然出现，我等出发吧。鬼灵门门主微微一笑，随后示意一名弟子再次上前开路。那名鬼灵门的弟子脸色苍白，但一言不发，就绕过前边的空间裂缝向前而行。魏无涯不露声色，缓步而行，鬼灵门其他之人也同时跟了上去。一行人继续向那清晰可见的巨大祭坛走去。怎么回事？你的飞鼠竟然失控了！站在一处遍布厚厚冰层的冰川之上，韩立抬手望了望天上再次出现的血色霞光，脸色阴沉地冲旁边的紫菱问道。而在他身后不远之处，一道20余丈宽大的巨大冰缝却赫然存在。韩立刚刚通过此冰缝再次潜入到了内谷中来，这里四下望去，冰雪遍布，冰寒刺骨的厉风阵阵呼啸刮过，但韩立却一身单薄青衫，在原地站立不动，根本对寒风视若无睹。不知道我的飞鼠在外面还是好好的，可是一从冰缝中出来就突然发狂起来，幸亏我将它收起的早，否则还不知出什么乱子的。现在它积在灵兽袋中，狂暴无比的样子。紫菱黛眉紧锁，大感不解。韩立沉吟了一下，突然单手往储物袋中一拍，一小群噬金虫从袋中一下冲出，然后嗡鸣地在空中化为一朵虫云，停留在韩立头顶不动。韩立神识暗中一催，这群虫云如臂指使，立刻飞回了灵兽袋，并无任何失控的样子。韩立摸了摸下巴，目光闪动不定，但马上又拍出另一个灵兽袋，一道黑光从袋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落在韩立身前数尺，光华一脸，一只数寸大小的黑色小猴出现在眼前，正是提魂兽。此刻提魂兽打了个哈欠，睁了睁眼睛，有些茫然地看了看韩立，一副刚刚睡醒的模样。韩立看了此兽半天，就面无表情，大袖一拂，一片青霞席卷而出。片刻后，青光闪过，提魂兽踪影全无。你的飞鼠既然失控，不论是何原因，我们也只有靠自己去寻找鬼灵门之人。好在进入了内谷，我们距离他们不会太远。我施展神通搜寻一下，看看能否找到他们的踪迹。你暂且替我护法。韩立沉吟了一会儿，心中有所决定。噬金虫和提魂兽在内谷中没有异样，这让他心中一松。毕竟他们一个是上古奇虫，一个是变异的大凶之兽，自然和普通的灵兽大不一样。不过韩立自然不知道，那南陇侯准备的千里梨在谷中同样可以安然无恙，而木兰法师那借来的灵琴却和紫菱的飞鼠一样处于失控之中，其中的原委自然牵扯到内谷的一些隐秘。那一切就只有仰仗韩兄的神通了。紫菱微咬了一下红唇，也只能如此说道。韩立点了点头，平静地盘膝坐下，双目微闭。片刻后，他身上灵光大闪，整个人都包裹在青色的光霞之中，多出了几分飘零之气。紫菱静静地待在一旁，一双春水般的青眸盯着韩立平凡的面孔，不眨一下。说实话，对于眼前的男子，紫菱自己都有些说不清楚怀着什么样的感情。两人间说是纯粹的友谊，有些不像，最起码他偶尔从韩立眼中看出对自己容貌的惊艳时，心中有一些微微的窃喜和兴奋。说是红颜知己，更谈不上了。虽然和韩立有过共患难的生死之旅，但是至今为止，韩立从未对他真正袒露过什么心扉。
反而隐隐的有意拉开与他的距离，丝毫未有更进一步的心思。而实际上，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和身份，若是肯出口向他求婚，他也无法预料自己是答应还是拒绝。当他无意中从洛云宗宋姓女子口中得知韩立已经有了一名叫南宫婉的双修伴侣时，心中更多的是一种失落，仿佛早已看中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看着青光中闪烁的韩立脸庞，紫菱神色有些怔怔，脑中开始胡思乱想起来。